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7月，阴阳交界的月份，在这个月里，灯火不再只是指路，可能是亡魂盯着你的眼睛，走廊的脚步声不一定属于活人，而是迷路的孩子在呼唤，而祖屋里的那口空棺更从来不是空的，它等待的是一个活着的人来填补。这不是传说，而是有人亲眼经历过的事。今晚我要告诉你3个关于农历7月的真实故事。7月15这天，村里的河边总是格外热闹。大人们说，这是中元节，孤魂野鬼回到人间的日子，所以要在河里放莲花灯，替那些无家可归的亡魂指路。灯火飘摇，水波荡漾，看起来很美，可我一直觉得这些只是老人家的迷信。我从小就是不信邪的人，长辈说什么7月别夜游，不能乱喊名字，别捡路边的红包之类的禁忌，我听听就好，心里从不当回事。那年我20岁，正值血气方刚，觉得自己胆子比天大。7月15的晚上，我偏偏不在家里守着香火，而是拎着几瓶啤酒往河边跑去。河水在夜里格外黑，像是一张铺满墨汁的布，没有边际。风很凉，带着水汽，吹到皮肤上有点冷。远远望去，无数莲花灯在河面上漂浮，火苗闪烁，仿佛是一双双眼睛，在水里睁开又合上。村里人三三两两站在岸边，烧着纸钱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我找了个没人的角落蹲下，打开啤酒，边喝边看热闹。夜色渐深，河面灯火逐渐稀疏。我正要起身回家，却突然注意到一盏莲花灯不像其他灯那样随水飘走，反而逆着水流一点一点朝我所在的岸边靠近。它的火苗稳得异常，无论水波怎么晃动都丝毫不灭。我心里一阵怪异，却被好奇心驱使，忍不住伸手去捞。冰凉的河水刚碰到手指，那盏灯便自己贴上来。我抓起来的瞬间，火光啪地消失，整盏灯陷入死寂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周围空气都冷了下来。我愣愣地盯着手里的莲花灯，心里正想着是不是自己弄坏了灯，却忽然看见河水中浮现出一张脸。那是一张惨白如纸的脸，五官扭曲，嘴角裂到耳边，两只眼睛直直瞪着我，眼神空洞的像是死了很久的人。那脸浮在水面上，没有一点水花，仿佛本来就属于这里。我吓得手一松，灯跌进河里，水面立刻泛起涟漪。就在这时，一股湿冷的气息贴在我后颈，一道沙哑却清晰的声音紧跟着响起，只有2个字：还我。我猛地转头，什么也没有。可等我再回过神时，发现自己脚边多了一盏莲花灯。灯里并不是火焰，而是一只乌黑的眼珠，圆滚滚的在灯里转动，目光正死死盯着我。我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，浑身鸡皮疙瘩窜上脖子。我慌乱地抬脚，把那盏灯狠狠踢进河里。灯扑通一声沉没。可是下一秒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原本河面上零零散散漂浮的莲花灯竟同时暗了下去，没有火光，没有光点，整条河在瞬间陷入黑暗，连两岸的树影都跟着失去了轮廓。死寂压下来，只剩下风声，却冷得刺骨。我想逃，可脚刚动，一股力量猛地从水里窜出来，死死抓住我的脚踝。那感觉冰冷湿滑，像是腐烂的手。紧接着另一只手，第3只手不断伸出，把我的脚，我的小腿缠住。我疯狂挣扎，大喊救命，声音却被夜风吹散，没人听得见。那些手的力量出奇的大，把我硬生生往河里拖。水面越来越近，我甚至能闻到一股浓烈的腥臭味，像是烂泥混合着血。我跌进河里的瞬间，冷意彻底浸透全身，仿佛被丢进冰窖。水底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可我能感觉到四周围满了东西。那些东西的手不断抓扯，还有脸在黑暗里贴近我，嘴唇冰冷，似乎在喃喃低语。虽然我听不清楚，但隐约辨认出来，无数声音交错在耳边，重复着同样的话：带路。我疯狂挣扎，
却越陷越深，肺部被水灌满，意识逐渐模糊。最后的一刻，我瞥见河底有无数莲花灯静静沉在泥里，每一盏灯里都装着一颗眼珠，全都齐刷刷盯着我。我再也撑不住，彻底昏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是清晨的阳光照在脸上。我躺在河滩边，浑身湿透，嗓子痛得说不出话。周围站着几个村民，他们面色发白，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盯着我。有人颤声说，他手里还抓着。我低头一看，手里果然紧紧握着一盏莲花灯。可那灯和昨晚的完全不同，灯里没有火焰，而是嵌着一颗血淋淋的眼睛。最让我心脏停跳的一刻，是我照着河面，发现那眼睛的颜色和我自己的一模一样。我慌张地摸脸，才发现自己的右眼什么都看不见，空洞一片。村民们吓得四散奔逃，没有人敢靠近我。从那之后，我的右眼永远失明，而我手里那盏灯，无论丢到哪里，第二天总会出现在我床边，灯里的眼珠还在缓缓转动，仿佛在催促我继续替他们带路。我终于明白，7月15的莲花灯不是祝福，而是索命的信号。他们需要有人引路，而我已经被选中了。我一直觉得自己胆子够大，至少不会被那些传说吓到。可自从搬进这栋老公寓后，我才发现，有些事情，就算你再怎么不信，它依然会发生在你眼前。这栋公寓在城郊，建于上世纪80年代，外墙早已斑驳，墙皮成片脱落。租金便宜，交通也算便利，所以我没多想就搬了进来。搬家那天，邻居是一个年纪不小的老太太，她看着我拖着行李走上楼，突然冷不防地提醒了一句：“小伙子，7月到了，晚上别乱出门，也别随便开门。”我当时笑笑回应，心里只觉得是老人家迷信。直到那天晚上，我才开始觉得不对劲。那是7月初7，凌晨1点多，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。那声音规律、沉闷，像是有人光着脚踩在湿漉漉的地板上，从走廊的尽头慢慢传来。我房间离走廊很近，门缝下渗进的微光和声音都格外清晰。我翻身坐起，屏住呼吸。走廊明明没有积水，却确确实实传来脚步踩水的声音。每一步都沉甸甸的，仿佛有人拖着湿透的身子缓慢靠近。心里有点慌，但好奇心让我还是悄悄走到门边，透过猫眼往外看。走廊里空无一人，昏黄的灯泡闪烁着，将墙壁映得阴影斑驳。可就在这空旷无人的走廊地面上，一串湿漉漉的脚印正一个接一个浮现出来。那些脚印细小，像是小孩的，却显得不正常。每个脚趾都异常修长，形状诡异，像是抓痕。脚印由走廊尽头开始，一步步朝我所在的房门靠近。我倒吸一口冷气，立刻退后，把门反锁。可脚印的声音却没有停，反而在门外停住，静静地待着。我压抑着心跳声，背贴着墙壁，不敢出声，以为这样就结束了。可真正的恐惧才刚开始。大概过了几分钟，我听到房间里的地板传来啪嗒一声。我猛然低头，整个人僵住，我脚边竟出现了一个湿脚印。接着第二个、第三个从房门口延伸进来，一步步朝我的床边逼近。那些脚印明显带着水渍，湿气弥漫开来，房里的空气变得阴冷。我的心跳快得要炸开，脑袋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这东西已经进来了。我急忙爬上床，把被子蒙在身上，双手死死捂住嘴巴，生怕自己失声。湿脚印停在了床边，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站在旁边，正低头看着我。虽然我什么都看不见，但一股冷冽的气息压得我快要窒息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细小却沙哑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近得仿佛贴在我的脸上。他只喊了一个字：妈。我浑身汗毛炸立，心脏猛地抽痛。那声音不是小孩该有的清脆，而是干涩破裂，好像嗓子里全是灰烬。我的理智崩溃，掀开被子，猛地按亮床头灯。房里空无一人，只有那串湿脚印清清楚楚停在床边，
往外渐渐淡去，最后消失在空气里。床单湿了一大片，还滴着水。第二天，我问邻居老太太，这栋楼是不是有什么事？她沉默了很久，最后才低声说，你知道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吗？这里不是公寓，原本是一家孤儿院。30年前失过火，烧死了10几个孩子。听说当时有几个孩子为了躲火跑到水池里，尸体被泡烂了，脚趾都泡长了。后来这楼改建成公寓，可7月一到，总有人听见脚步声。我听得头皮发麻，却又不愿意承认，总安慰自己是幻觉。可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再也无法安睡。几乎每天半夜，我都能听见那熟悉的声音从走廊传来，脚印总会在门口停住，有时候会进到房间里来，有时候只在门外徘徊。更可怕的是，声音不止一个，有时像是一群孩子一起走动，乱七八糟，却总往我的房门聚拢。我开始神经紧绷，晚上不敢关灯，却依然无济于事。湿气弥漫在屋里，墙角经常出现水渍，木地板还发霉。邻居们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奇怪，只有那老太太偶尔会劝我搬走。可我穷，哪里还能搬？只能硬撑着住下去。直到7月15那天，事情彻底失控。凌晨时分，我又被滴水声吵醒。这次脚印并不是从走廊慢慢走来，而是一下子出现在我的房间里，密密麻麻，从4面8方同时靠近。冰冷的水汽笼罩整个房间，我能清楚地感觉到有好几双看不见的脚在我周围走动。我吓得缩在墙角，颤抖着不敢动。忽然耳边响起一阵细碎的低语，全是稚嫩却沙哑的声音，混杂在一起，不断喊着妈。声音此起彼伏，像是无数个小孩同时围着我喊。我的理智彻底崩溃，尖叫着冲向房门，想逃出去。可一打开门，眼前的走廊全是湿脚印，密密麻麻铺满了地板，甚至爬上了墙壁和天花板。那些脚印还在慢慢扩散，仿佛整栋楼都被它们占据。我几乎疯了，拼命往楼下跑。可刚到1楼大厅，却硬生生停下。大厅中央积着一大滩水，水里倒映出无数小孩的影子。他们站在水中，身体焦黑，皮肤皱缩，眼睛空洞，嘴巴齐刷刷地张开。那些影子同时抬起手，指向我，嘴里吐出同一个字：妈。我彻底瘫倒在地，脑袋一片空白。意识昏沉前，我最后看见的是地板上的脚印，已经不只是小孩的，而是连接成片，无数双脚同时踏过，将我层层包围。后来我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医院里。医生说是邻居发现我昏倒在楼下，报了警。可奇怪的是，我浑身衣服全都湿透，脚底也布满水渍，好像真的在水里泡过。我搬离了那栋公寓，再也不敢回去。可直到现在，每到农历7月，我都会在梦里听到那熟悉的声音，稚嫩却沙哑，一声声唤着我妈。每次醒来，我的床单总是湿的，还带着一串模糊的脚印，从门口延伸到我床边，清清楚楚。我原本并不想回老家，那座祖屋荒废多年，早就没有人住，墙壁裂缝纵横，屋顶塌陷的地方还能看见星空。可7月半这天，父亲坚持要我跟着回去，说是祖宗规矩，必须去祭拜。老家在偏远的山区，蜿蜒的山路要走上好几个小时，汽车停在村口后，还得靠双脚走一段。沿途草木茂密，蝉鸣与风声交错，湿热的气息压得我透不过气。远远望见祖屋时，我心里没来由的发凉。那栋宅子就像一个静默的怪兽，蹲伏在荒草里，黑洞洞的窗户像眼睛一样。推开厚重的木门，一股混合着霉味与灰尘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掩着口鼻，随父母走进大厅。烛光摇曳，烟雾弥漫，堂中央摆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。那棺材比我想象中大得多，没有丝毫花纹，只是沉沉地躺在那里，静得让人心里发毛。我压低声音问父亲，这棺材里面是谁？父亲脸色一沉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空的。那是为了安魂，
别靠太近。他的语气让我不敢再问，可心里的疑问却像石子落在水里，一圈圈涟漪越荡越大。晚上，亲戚们都散了，我被安排睡在偏房。祖屋的房间昏暗潮湿，墙角布满蛛网，木床吱呀作响，仿佛随时要散架。我辗转难眠，耳边却不断传来低沉的声响。起初我以为是风，可仔细一听，声音来自大厅的方向。那声音规律而缓慢，就像有人在敲木板。我的心脏一紧，下意识想到棺材。我忍不住掀开被子，光着脚走到门边。透过缝隙，我看见大厅里烛火未灭，光影摇晃。黑棺静静横在中央，棺盖微微翘起，一只惨白的手从缝隙里伸出来，指甲又黑又长，紧紧扣住棺木边缘。我浑身血液瞬间倒流，双腿僵硬在原地。那只手慢慢收回去，棺盖重新合上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捂着嘴退回床上，脑海里却挥之不去刚才的画面。直到天亮，我都没再合眼。清晨，我把事情告诉父亲，他听完后神色大变，立刻翻出家谱。翻到一页时，他的手停住了。我凑过去，只见字迹泛黄，上头记载着一名祖先的死因：7月15暴毙，尸骨未寻。父亲低声说，因为没有遗体，祖宗便下令造了一口空棺安放。几十年来，这棺材从未动过。你说的不该存在。他的脸色凝重，眼神闪烁，似乎在隐瞒什么。我心里更不安，却没有再追问。夜幕再次降临，7月半的氛围更加沉重。亲戚们又聚到大厅焚香祭拜，纸钱飞舞，火光闪烁。所有人跪拜时，我悄悄抬头望向那口黑棺，总觉得他在无声注视我。半夜，我再也忍不住，决定亲眼确认棺材里究竟有什么。我点起一盏小油灯，轻手轻脚走到大厅。灯火摇晃，棺材的轮廓越发巨大。靠近时，我甚至听到里面传来极轻的摩擦声，好像有人在里面翻身。我咽下口水，颤抖着伸手去推棺盖。棺盖比想象中轻，几乎没有阻力就慢慢划开。缝隙里立刻透出一股阴冷的气息，吹得我头皮发麻。随即，一张面容腐烂的脸缓缓探出来，肤色灰白，眼窝深陷，嘴角却勾起诡异的笑。我瘫倒在地，四肢僵硬，那张脸却越靠越近。他沙哑低语：“谢谢你，终于等到子孙来陪我了。”下一秒，棺盖猛地大开，无数漆黑的手从里面伸出，把我拽入其中。我拼命挣扎，却像被深渊吞没。眼前一片黑暗，最后的意识里，我听见厚重的棺盖重新合上。等我再醒来时，耳边传来香火燃烧的噼啪声。我睁眼，发现自己躺在棺材里，透过缝隙望出去，亲戚们正整齐地跪拜，口中默念祭文。我疯狂拍打棺盖，大声呼喊，可没有一个人抬头。他们脸上平静恭敬，仿佛根本看不见、听不见我。更可怕的是，当我低头看自己时，发现双手皮肤灰白，指甲漆黑，正和昨夜那只伸出的手一模一样。我终于明白，那口棺材从来不是空的，祖先的魂魄在等一个人来替代，而我成了最合适的容器。从此以后，对外人来说，那口棺材依旧静静横在祖屋中央，空无一物。只有我清楚，里面还活着，只是已经换了另一个人。喜欢这几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鬼影档案馆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个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